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啊，我们早上7点钟又来到了这个医院，儿科医院急诊。这个小孩子又生病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来一次。这个地方我已经太熟悉不过了。应该有3天了，然后发烧低烧，昨天开始有低烧。烧多少度的一个？应该是37.5吧。昨天晚上也有，然后今天早上刚刚量了37.1，在那边预诊的时候，而且他昨天晚上一直喊腿疼。怎么在这儿？其实已经4天，但是昨天开始严重了。一开始昨看空，你咳嗽呢？对，咳嗽也没。啊，深声，大声啊。舌头深唇。哎，现在这样。然后昨天有点喘，我昨天开始就是用了那个雾化的药了。昨天用了2次，然后今天早上弄了1次。现在是没听到喘啊？现在没有喘吗？他就是呼吸频次也很快，然后带着点嘶的声音。估计因为血容易产生发烧。戴上口罩。血细胞，分析反应站来看，被交出去。那去看一下子。根据对，一男一女差不多一个样子。你用哪只手啊，头？准备用哪只手啊？右手还是左手啊？哪只手不害怕呀？这只手啊，这只手不害怕。不要吸水，不要吸水性的，因为大便可能是比较糊状啊，或者说是比较湿啊这种。没事，很黏，等一下啊。哎呀，好。大家好啊，今天是中秋节放假的第一天啊，但是你看我今天又来医院了，真的是每一个月都要来一次啊。特别是2024年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病毒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新冠的原因？反正以前的话我是记得啊，以前我家的小孩他小时候其实很少生病，我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是那个肚子痛，然后当时去了这个儿童医院，然后带他去看了一下，然后第2天吃了点药就差不多好了。那这个是他在2、3岁的时候只出现过这么一次的非常的严重的一个病啊，那后面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过那么严重的病。自从2022年12月份那个上海这一块啊，上海这个放开了之后嘛，疫情让全民都感染这个疫情，感染了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啊，这个身体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2024年今年啊，我真的是每一个月都会生病感冒一次，然后每一个月都要来这个医院，然后呢，导致我现在对这个医院的这个手续啊已经非常了解了。几阶套嘛，第一个对吧？挂号，挂完号之后去看医生，无论是急诊还是门诊医生，看完了之后呢，抽血对吧？抽完血之后，然后医生看到这些血常规的一些指标之后，然后再来判断你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到底是普通的病毒感染呀，还是新冠呀，还是之前3、4月份的时候，其实我小孩得了很严重的一个肺炎嘛，然后当时都进了 ICU 了，然后挂盐水的话也挂了1、2周的样子才把他那个症状把它按下去啊，当时咳嗽的非常的厉害，然后通过这个挂盐水、挂激素类的药物啊，然后才能够把它压下去。啊，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花的时间这么长呢？是因为啊医院的医生也很实在的跟我们说，就是说现在国家的这个药啊，其实它效果不是特别好的，你要去到外面去买那种进口的药，像那种泰诺啊之类的。
进口的药它的疗效是比较好的，国内的这些药啊疗效会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现在国家做那个什么集中采购嘛，那集中采购就要竞标啊，竞标的话这个价格低者才能够进入到它的国家采购这个药品采购名录里面嘛。那很多的像外地的，像不是在上海的，像这种外地的这种比如说西北的、东北的，然后像这种西南的那种药，因为他们人力成本会比较低嘛，所以他们的这个药价也会比较低。但是呢，他们这种生产制造的工艺啊，或者说他的这种肯定会偷工减料的，导致它这个药效很差。那像上海的呀，像江浙沪这一块的一些药啊，它的疗效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然后大家也是，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像上海人或者江浙沪这边的药厂，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嘛。但是像东北啊、西北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个底线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导致这个药的疗效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医生的话也是提醒我说，你要么去买那种进口的药，要么你就买那种江浙沪药厂生产的药，这样的话他们的疗效会相对好一些。那当时的话，也就是这么个情况，挂盐水挂了1周左右，1到2周左右才把它压下去。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小孩子经常会感冒嘛，然后我们又住在一个屋檐下，然后呢，大家都会保持这个，大家都会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了，之前的话就非常的痛苦。之前我也是得了肺炎，然后挂水挂了2周才下去。我都印象当中20多年都没有，我都没有那个去医院挂水了。然后今年真的是2020年是第一次，20多年来的第一次。然后我们家的老人呀，我们家的老婆呀，他们也都是只要小孩一感冒都会被感染。然后这次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被感染，但是我家的老婆她被感染了，说喉咙有点难受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又来这个医院的，为什么要中秋节来医院的一个原因啊。后面的话，这个等小孩子这个这个血抽出来了之后，然后再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病啊。然后最近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最近那个延迟退休嘛，非常的火。延迟退休这个事情，其实之前政府官方已经放风了好久了，然后这次的话正式是提交这个全国人大去审议通过了嘛。然后说是男的话从原来的60岁可以要延伸到63岁，然后女的话如果是普通的员工的话，可以从原来的55岁变到53岁，然后如果是干部的话是55岁变成58岁。那基本上都往后延3年嘛。当然这延3年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比较年轻的人来说肯定是要延到3年的。对于那种将要退休的人来说，比如说40岁以上的人，女性特别是女性来说，他们可能到不了这3年啊。然后同时也加了一个条款，说是可以自愿延迟啊。那这个相对来说比之前的这种公布的这个细则来说还是比较缓和，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因为之前这种说延迟5年之类的一刀切的话，这个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不愿意那么晚退休的。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一幅图就是说你工作的越晚，就是退休的越晚，你的寿命其实是越短的。就是说你退休了，其实你拿不了太多的退休工资，或者这些之前你交纳的很多退医保社保之类的拿不回来的。所以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工作的越长，你工作的越长，退休的越晚，你活得越短，然后呢拿的钱越少，拿不回来，这个就是很严峻的现状。其实他这个地方除了这个延迟退休之外，他还公布了一个细则，说之前社保是交15年的，你就是可以退休的嘛。现在是说要交到20年你才能退休，从2030年开始执行。那里外里这么一算，你看你社保多交5年，然后退休又晚退3年，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里外里8年算进去了，你少拿3年，反而要多交5年，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工薪阶级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那其实对于这种延迟退休，我觉得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说，其实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这种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种机构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他们可以，对吧？因为其实公务员
或者说这种国企啊、事业单位，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们其实在那边就是退休养老的，他们也不用做太多的事情，就天天喝喝茶，或者说天天看看报，基本上是这样的生活。特别是你到了快退休的年龄，那个大家也不会把很多的活给到你去干的。但是像在企业里面就不一样了，像我们在企业里面上班的就不一样，我们的企业追求的是效率嘛，对吧？追求的效率，你不可能养一个闲人的。特别是这种在中国的这种企业，你养一个闲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不但要发他工资，还要给他交社保，还有医保之类的五险一金都要给他交，对吧？那你企业如果不盈利的话，你哪来这种钱去交呢？但是像国家呀、国企呀、事业单位啊，这个吃财政饭的，他们其实无所谓的，他们是吃税收的。然后像我们这种在这种企业里面上班的，你平时缴了很多税，对吧？然后就相当于去养这些人了。关键是像这些人，他们在上班的时候，他们也不交社保。你知道中国的话是养老金是双轨制的，像体制内的话，他们平时都不需要交这些东西的，然后反而退休了，退休工资又很高，对吧？我之前听我们那个朋友说，像上海的一个警察退休的话，差不多一个月能拿到2万多块钱退休工资。你还别说2万块钱了，你像这种刚毕业的应届生，你还别说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连所谓的1万块钱的工资，可能1万块钱的工资的工作都找不到，对吧？你退休的人，你拿到了2万块钱，说白了，像这种就非常的不公平嘛。你对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其实我不是说这种警察或者政府部门的人员不创造价值，但是说实话，你要真的是比较仔细的算来说，他们其实对于经济的发展呀，包括对于社会的贡献呀，他们真的是不如这种企业单位啊，无论是私企也好，外企也好，对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影响大的，因为他们其实管理社会嘛，指挥嘛，他其实没有创造太多的价值，我觉得，但是他们的退休工资就是那么高，没有办法，这就是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吧。这个所以大家为什么都挤破脑袋要进入体制内，对不对？特别像在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下，要挤破脑袋，然后要进入体制内去吃财政饭这个就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前几年吧，特别是2018年之前，整个社会还是非常欣欣向荣的大家都有奔头的。但是呢，像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像前2天这个延迟退休公布了之后，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非常的叫什么，也不是说焦虑，就是非常的无奈。大家其实都是我感觉大家都是奔着养老而去的。那你这辈子活得太没意思了。你看到养老现在得60岁，将近男性得要60多岁，女性得50多岁了。那像这种年轻人，其实还有20-30年的日子需要去过。那你过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向着养老去的，那这个多煎熬，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其实中国人其实对养老其实普遍有很大的一个焦虑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企业的人员，这个焦虑反而更大，对吧？像这种体制内的或者公务员的，他们是没有什么焦虑的，反正工资也高，退休工资也高之类的，福利也好，对不对？但是像这批人有多少人呢？其实之前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差不多有8000万人还是多少，就大几千万的人是这种吃财政饭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那么13亿人口，我们还扣除那些农民之类的东西，其实真正能够靠这种社会税收之类的养活这8000万人，其实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这个比例可能1比5，5个人养1个人可能都不到，5个人养1个人。所以其实对于中国这种压力，是我们对于中国这种企业单位工作的人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于企业来说，它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好了，今天其实借着这个机会也想跟大家说一下，那为什么很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交社保了？因为他们交了之后后面也拿不到呀。现在社保亏空非常严重非常厉害对吧？那么在这么厉害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去交呢？反正我交了也拿不到。那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是2035年这个社保这个就要亏空了。那亏空的像我们交的话，我估计都不一定拿得到这个
退休了之后也不一定拿到这个退休工资了，这个对吧？交了那么多，到最后一场空，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庞氏骗局吧，把更多的人把他骗进去交社保，然后养着现在的一群退休的人，然后呢，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拿不到这些工资。那我觉得像现在退休的人，确实他们过得最舒服的，在中国啊，过得最舒服的就是这群退休的人，他们天天就是跳跳广场舞啊，各种健身房对吧？去健身对吧？他们很舒服的，因为他们吃的是我们这批人给他们交的钱。那等我们老了之后，谁给我们交这个钱？中国开始老龄化严重了之后，新生的小孩又那么少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肯定是未来肯定是要亏空的，这个整个这个社保体系。那未来我们到底吃什么呢？所以啊，之前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说未来我可能要为自己养老做打算了，对吧？很多人比如说你去投这个美国的股票，然后比如说像标普500、像纳斯达克这种指数基金，然后呢现在就定投进去，等你老了之后呢，它还是会能够给你一定的收益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其实美国的这种纳斯达克、标普都是往上走的，它可不像中国的股市一样，那这个永远保卫3000点，一直上不去3000点，现在都到2700了，对吧？这个完全是割韭菜的一个股市，一个股票市场。但是美国人家的资本主义，这个股票市场还是很成熟的，对吧？你去投资这种定投。这种大科技基金，这个标普500基金，包括你去投那些7大巨头的这些股票，像谷歌、Facebook 英伟达这种特斯拉类似的这种，对吧？微软之类的这种大公司，它不会倒闭的。你定期去投这些股票的话，我相信等你养老了之后，等你老了之后，你肯定是会有一笔钱是可以给你养老的。我觉得未来大家可能真的是要为自己的养老做规划，而不能说依靠我们国家的这些养老体系、退休体系和社保体系来给自己做这个养老的保障啊！我觉得这个太不现实了。我没有在。好了，医生怎么说啊？医生说应该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啊？病毒感冒。然后呢，配了药了吗？没配药，他说。没配药。就是退烧药，发烧了你就吃退烧药。他这么小烧药无所谓了。就是发了一点点药了。没药。没有药啊？退烧药家里有。我就这样子看一下就好了。他说可能也是细菌的感染，但是现在也看不出来。等一下，别后面又发展到像上次一样那个肺炎哦。他说他听着没有喘。你昨天咳嗽咳得这么厉害，晚上睡觉的时候。今天没有喘。那我回家雾化还要用吗？他说我只能给他。不需要了。还喘得厉害，你可以再雾化一下。他说像你说的昨天那么喘，现在不喘了，可能要压下去了。可能已经压下去，本来就没有那么严重。那行吧，回家了，走吧。